俗话说啊，这张王李赵遍地流，来形容这五大姓氏人口众多。那么其中王姓人口啊约为1亿人，不仅分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。可是呢，很多人啊并不知道，这个姓氏的开山鼻祖呢是一位既睿智又神秘的年轻王子。王姓的源头众多，如今呢，这姓王的人中啊，10个里面有8、9个都是太原王氏的后代，其始祖呢是皇帝的第42代孙，东周的一位太子王子乔。这王子乔呢，本名姬晋，字子乔，人称太子晋，大约生于公元前的565年。太子晋生活的年代呢是春秋五霸争雄的时代，这周王室的权威已经衰落。而他的父亲周灵王又是一个平庸的君王，这太子晋却凭借着博学睿智、温厚善良，广受诸侯国的好评。15岁便开始以太子的身份协助处理国事。在不断衰微的周王室中太子晋犹如夜空中的一颗流星，凭借着博学睿智，在自己短暂的一生当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当时的晋国呢，是各个诸侯国当中的霸主。这晋平公对太子晋的名声早有耳闻，心中对这个年纪轻轻就崭露出头角的太子晋有些忌惮，担心这有朝一日太子晋继位王位会因为晋国曾强占周王室的2座城池给自己惹祸上身。于是打算派出人出使周国了解一下太子晋的情况。派大夫书相出使成周。这书相口才了得，不过在与太子晋的5局的辩论当中却一连3局被问的是哑口无言，只得是羞愧退场。书相便向晋平公汇报，这太子晋只有15岁，却连我都辩不过他，咱们还是趁早把这周王室的2座城池还回去，不然我担心他继承王位之后会惩处我们呢。此话一出果然把这晋平公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可站在一旁的师旷却不以为然。这师旷是一位盲眼的乐师，不过因为他才能卓越也是晋国的太师，是辅佐国君处理政事的重要官员。他觉得这书相可能是言过其实了，对晋平公说请让我去和他谈谈，如果连我都输了，咱们再还城池也不晚呢。下面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分享一款超级实用的上网利器 Express VPN。如果您和我一样总是要出入咖啡店、机场使用公共的 WiFi， 那么您可能会和我一样非常担心自己的网络隐私和安全吧。所以每次连上公共 WiFi 前我都会增加一个小步骤，您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第一时间打开我们节目的赞助商 Express VPN。Express VPN 被 CNET 评为2024年全球最佳 VPN， 加密能力超级强大。它可以100%加密我的网络流量，并且把流量重新导向到安全的服务器上，保护我的个人信息，例如银行登录信息和信用卡，免受骇客和被其他人窥视到。Express VPN 操作简单，一键点击就完成加密了。手机、电脑、平板电脑、智能电视，甚至家里的路由器都可以装上 Express VPN。订阅1个账户可以保护8台设备。想保护上网隐私和安全的朋友们，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.com/culturalhistory。你还可以获得额外3个月免费服务，还有30天退款保障。这师旷虽然是两眼失明，可却是满腹经纶，口才更是了得。他来到太子晋面前，开口一句话，看似奉承，实则是下马威。听说太子阁下言辞非凡，能压倒泰山，小臣我是夜不能寐，日不能安，不辞长途跋涉来听您一句指点。他把这太子捧得这么高，如果太子言谈不能服人，那可就是抬得高摔得惨呢。只听太子回答道：听说太师大驾光临，我是既开心又紧张。我年纪还小，见到您这样有风度的长者，想说的话全都忘了。
太子这一番对话不仅巧妙地化解了双方的气氛，也让师旷顿时感到春风拂面，不禁地赞叹道：“太子的德行与风范有如古代的君子，您的成就斐然，却依然谦逊有礼，把我这一路劳顿全都吹的是烟消云散了。”俩人一老一少便围绕着君子最爱的话题——君子的作为而展开。太子说：“古时的君子总是小心翼翼地处理每一件政事，以确保粮仓有足够的粮食，道路通畅，因此才深得人心。百姓相互搀扶而来，哪怕是来自天涯海角，也能感到彼此如邻居般的亲近。”师旷一听不住地点头。事实上无论是书相还是师旷，他们都是春秋时期颇有智慧和德行的贤大夫。尽管在孔子看来，春秋是礼崩乐坏的时代，但是在早期贤德的人仍旧是敬仰君子，看重道义。师旷紧接着又问了一句，想进一步了解太子晋。他说：“自古君子是我们的楷模，自从舜帝之后，还有哪位能有那般博大的德行呢？”太子答道：“舜帝在位时，使四方的百姓都感受到他的慈爱，这种伟大就像天一样广阔。文王大处行仁，小处施惠，对贤者的尊重更是无人能及。他的德行可称之为仁。大禹劳苦而不居功，公正无私，保持正道，他的品德可以被称作为圣。而武王杀纣王一人以立天下，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，都让他们各得其所，可以称之为义。”师旷听了这份精辟的见解，又不禁地赞叹道：“讲得真好。”此时师旷又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其实是很难回答的。师旷问道：“这王侯、君公等这些名号应该怎么区别？哪个最为尊，哪个最为上呢？”太子答道：“这贵族男人成人之后能够处理政务、做官，此为士。士能够率领民众按时耕作，那可便称之为伯。伯如果能够将他的德行如春风般的吹遍大地，与百姓同甘共苦，就能升级为公。公若是声名远播，滋养生灵，与天道共存，可以被封为侯。侯若能够统领大众，实现他们的理想，应升为做君。君如果德高望重，分封诸侯而敦厚守信，那便是王。王若能把善举传遍四海，则被尊为天子。天子的影响扩展到四方，就会被远方尊称为天王。当他的德行被八方所接受，无人不服，那他就是至高无上的帝。”师旷被说的那是心悦诚服，口中不断的赞叹道：“真好说的太好了，高兴的直跺脚。”太子话音刚落，却发现这师旷像个孩子似的在地上不断的跺脚，于是好奇的问道：“太师，您这是在做什么呀？”师旷有点不好意思，解释说：“这天气寒冷，脚底板都快冻僵了，只好靠跺脚来暖和暖和。”太子晋赶忙让人扶着师旷进屋，两个人在铺好的座位上舒服的坐下，气氛正好。太子便递给师旷一把琴，师旷就兴致勃勃地弹唱了一首如意。国家真正安宁祥和了，远方的人就会来观光。研修仁义的时间长了，就会喜好礼乐而不沉溺放纵。一曲唱罢，师旷将琴递给了太子，太子也唱了一首教。为何从遥远的南方赶赴遥远的北方，横穿国境就不怕路远辛劳吗？意思就是太师您跑了这么老远来到此地，难不成只是过来跟我唠嗑的吗？这一问师旷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赶忙起身，也顾不上找个说辞，只能是含糊其辞的说道：“小臣我请求回去了。自己总不能说我们就是不打算还你2座城池，所以说过来摸摸底，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”在这样的王子面前，师旷蓦然觉得这种想法和做法实在是令人羞愧，恨不得找个地方一头钻进去。太子晋却表现出了从容不迫、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。
微微一笑，也没为难他，还赐给了他一辆车4匹马，问道：太师，您擅长驾车吗？驾车我可没学过。太子笑了，您没学过诗经吗？诗经上说，这马的性子如果太刚烈啊，缰绳呢就松一点；马的性子柔和呢，缰绳啊就紧一点。要掌控自如，决断有力，您就用这种方法来驾车吧。师旷心中是咯噔一下，心想啊，眼前这位太子虽然自己看不见，不过听其口才，口若悬河，决断有力，治理天下之道啊，早已掌控自如，将来必定是天下公主。不由把姿态放低。小臣我眼盲啊，与人辩论只能凭靠双耳，而耳朵的听力啊也是有限，所以常常词穷。太子，您将成为天下的宗主吗？哪知太子赶忙说道：太师，不要拿我开玩笑。自从太昊以来，直到尧舜禹，有哪一个家族能2次登顶天下呢？此时师旷对太子晋呢，已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惊为天人了。这太子不过15岁，对天下有如此清醒的认识，试问人世间几人能做到呢？正在师旷愣神之际啊，耳旁又传来了太子晋的声音：我听说太师能预知他人寿命，请太师告诉我，我的寿命如何呀？师旷回答道：您的声音清亮而音调分散，您的面色应当是红中透白，这种面色呢被称之为火象，往往预示着寿命不会很长。师旷对太子并没有做任何的隐瞒，而太子的回应也出人意料。的确，再过3年，我就要被召上天庭做上帝的宾客了，这是天机，请您不要对外泄露，也会给您带来灾祸。果然，师旷回到晋国之后不到3年就收到了太子晋去世的噩耗。根据《益州书》的记载，太子晋去世时呢，大约是18岁。但是太子晋真的就这样死了吗？在太子晋短暂的一生当中还发生过一起重要的事情。周灵王22年，也就是公元前550年，洛阳附近的谷水和洛水暴涨，威胁王宫。周灵王打算采用围堵的对策，但是太子晋却言辞强烈的反对，担心这将导致洪水溢出，淹没百姓的农田。他也用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，说明围堵不如疏导，硬抗自然不如顺其自然，否则就是在走向亡国之路。然而周灵王并没有接纳太子的建议，仍旧选择堵塞河流，结果非但没能有效解决问题，周王室更加的衰微了。另有一种说法说，太子晋在这件事情上是据理力争，触怒了周灵王，被废了太子的名号，贬为庶民。太子晋去世后，他的弟弟姬贵继承了王位，是为周景王。太子晋的儿子敬宗后来出任司徒，有感于周王室日益衰微，天下大乱，而辞官远去，避居在太原。因为他们是周王室之后，当时的百姓便称他们为王家。敬宗于是以王为氏，并尊自己的父亲姬晋为王室始祖，从而开创了太原王氏。太原王氏名人辈出比如说这秦代统一6国的名将王翦就是王子乔的90孙，东晋士族之首王导，大书法家王羲之，政治家王安石，著名学者王阳明等人都是太原王氏的后裔。王姓的由来，除了太子晋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多个渊源，如周文王的第15子毕公高的后代，秦末汉初的原6国王室的后代等等。历史上许多王族在落魄之后都改姓为王，表示自己是王族之后。关于太子晋的结局，民间还有他得道成仙的说法。在古籍《列仙传》和《风俗演义》中记载说，王子乔自幼喜欢吹笙，能模仿凤凰的声音。有一次在伊水和洛水之间游玩时遇到了道士扶丘公。扶丘公看出王子乔有成仙的潜力，于是带他上了嵩山，这一去就是30多年。家人入山寻找他时他突然现身，告诉家人在7月7日可以在沟氏山顶见到自己。
当天，人们果然见到了王子乔骑着白鹤在山顶上出现，向大家挥手告别之后便升天而去，从此留下了王子登仙的说法。后世的文人在他们的诗词当中也多引用这一典故。屈原在《远游》中有云：“轩辕不可攀援兮，吾将从王桥而鱼戏”，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憧憬。李白也曾赞美：“吾爱王子乔，得道伊洛宾”。这些作品呢，反映了王子登仙的传说在中国文化中的深远影响。到了武周时期武则天给王子乔呢封号为升仙太子。从被贬为庶人，再到得道成仙，这些传说和记载，距今呢已经是非常的遥远。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确定历史的真实。不过呢，这也为王子乔的生平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别忘了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或者转发给更多的朋友。希望你能跟我们一同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人生的智慧。我们下周再见。